蓝忘机呆住了，脸侧的触感绵软至极，奶乎乎的。魏婴真的亲了他，虽然只是个孩子。魏婴，小孩子亲完似乎不好意思了，把自己团成一团，埋在被里。蓝忘机心里乱糟糟的，像是揣了只兔子，努力不去想那些，伸手捞出那团子。魏婴，睡觉。小家伙脸红红的，试探着向蓝忘机那边挪了挪，被蓝忘机搂进怀里，蹭了蹭，睡了。第二日睁眼，便不见他的二哥哥了。衣裤整齐地放在一边，留胡子的叔叔来了，见他自己穿戴整齐，很是欣慰，领着他去吃饭，又带他去和兔子玩。蓝先生好。聂怀桑新奇地看着那抓着蓝启仁手的小团子，这是魏兄魏无羡。蓝启仁俯身，叔叔临时有事，阿英在这里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小家伙手里抓着蓝启仁给的茶糕，好。蓝启仁一离开，一众少年便围了上来。这真是魏兄？肯定是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哇，魏兄小时候就长得好看，不会长大后那么多姑娘喜欢。他好乖呀，真的是魏兄吗？得亏江兄被留堂了一会儿才能来，哈哈。哥哥，小团子看着忽然围上来的一帮人，倒也不怕人，对这个笑又对那个笑。少年人总是喜欢小家伙，很快便被这个小奶包迷得七荤八素，吵嚷着要带他玩。魏兄，我跟你讲，那边小河边长的花可好看了，姑娘们都喜欢，要不要和我们摘去？小团子眼睛一亮，猛地点头，好。的确，有很想送花的人。小河就在后山，热热闹闹地流淌着，河边的岩石下藏着一撮一撮极其可爱精致的小花，绒嘟嘟地开着，白白嫩嫩的。少年们起初还好好摘花，后来便打起水仗。倒是小魏婴一直安安静静蹲在岩石上摘花，已经挑挑拣拣摘了一小把，想着插到二哥哥岸上的小白瓶里的光景。树后，两个黄衣人看着那小小一团，窃窃私语：他真是魏无羡。就是他，江宗主都来了。那咱们这么干，万一真出了事，江家怪罪怎么办？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。怕什么？家仆之子而已，真把自己当少爷了。瞧他平时那目中无人的样子，好不容易能捞着一次机会整整他。再说，能出什么事？那魏婴水性不是好吗？救下他一下。水那么浅，能出什么事？阳光下的小花泛着微微的奶白，沾了晶莹的水珠，很好看。二哥哥更好看。小团子想着。忽然，阳光被遮住，肩上搭了一只手，似乎想将它提起来。小团子很轻，很容易就被提了起来，向前推了推。小家伙懵懵懂懂地转头：金子勋，你在干什么？江城声音遥遥传来。黄衣人一抖，手一抖，下意识想撇清，将手甩开，却不料小魏婴身量太瘦小，岩石上青苔滑得很。小团子睁大眼睛，身子后坠，还来不及呼喊，便扑通一下坠入水中。小河说深不深，说浅不浅，却因处山岩中而暗流颇多。他狠狠呛了口水，身子似乎被大力拉扯着，迅速被一处暗流吸住。手里紧攥着的小白花被水流冲得七零八落，那是他摘了很久才摘到的，想送给他的二哥哥。二哥哥说他很快就回来。河水与冷泉连通，又被树荫遮蔽，阴冷异常。手脚很快麻了，胸口很疼，压着大石似的。从未有过的恐惧包裹着他，他奋力挣扎，却终究抵不过湍急的寒流。又呛了口水，火辣辣的疼。他意识到，这样下去，他大概就快死了。好冷，意识模糊，他恍惚看见那玉兰树下的白衣少年，眉目如画，白衣胜雪。他怀里很暖。金子勋，你在干什么？江城远远看见，那黄色身影鬼鬼祟祟地靠近一块岩石，手上似乎提了什么东西，被他挡住，白花花一小团。那白团子动了动，竟是个活物，把头扭过来。江城定睛一看，那屁大点的糯米团似的小家伙，不是魏无羡还是谁？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急喝出口。怎料那金子勋手一甩，那小不点儿还没来得及叫一声，便扑通一下坠入湍急的河流中，只掀起一片小小的水花，人便瞬息间不见了。众人被江城的声音吸引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金子勋也愣了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已经恢复如常的河面，
目光撞上众少年，磕磕巴巴道：“不是，我没。”江城早已没心情听这些，跟着砸到水里，看似清浅的河水瞬间没过头顶，冰凉的寒意刺得江城一激灵，几乎要怀疑这是云梦冬日的冰湖。河水极为湍急，暗流丛生，要是水性极好的江城，仍是差点稳不住身形，毕竟是山中的河。江城心道不好，他记得魏无羡的水性是在8、9岁时练出来的。刚来云梦时尚且不会回水的魏无羡，如今不过是个4岁来的奶娃娃，如何会水？且这水流急得很，温度也极低，若是不常下水的人下来都会冻僵手脚，更何况是那么小的孩子。若不是身子没在水里，此刻的江城定已经激起一身冷汗，拼命的划水，企图在花白的水花里找到那团小小的身影。金子勋，一个不会水的少年，趴在石边眼巴巴地看了半晌，扭头怒吼一声扑过去，照着那黄衣人的门面丝毫不客气地抡上去。金子勋毫无防备，一拳结结实实地落在他鼻梁上，当时半张脸便没了知觉。他猛了一会儿，马上第2拳、第3拳接近数落在他身上。操！你他妈发什么疯？金子勋反应过来，翻身与之缠斗。另外几人也扑过来，你他妈才发疯，那么小你他妈都下得去手？废他妈什么话？揍他！这是在干什么？众少年一激灵，回头看去，果不其然，蓝启仁正皱眉看着他们，稳步走来，身旁便是江丰眠。先生，江宗主。聂怀桑顾不得云深家规，扑上去，魏兄被金子勋扔进河里了。江兄和几个会水的去捞，可这都半天了，什么？二人大惊失色，聂怀桑口中的魏兄显然便是魏婴，可那孩子现在才3、4岁大小。糟了！蓝启仁根本顾不得什么急行不急行的，向河岸飞身而去。那条河是与冷泉连通的暗河，湍急异常且常年阴寒。江丰眠听了，心里更是发慌。他才那么大，脑海中还回荡着那孩子的笑音，不是很放得开，颇有些拘谨。叔叔，江城找到那小家伙的时候，并没有多久，水流过于湍急，一下把他冲到了下游。离老远就看见那白白的一小团静静地蜷缩在下游的石缝下，半个身子都浸在水里，小得有些可怜。江城拖着冻得几乎僵硬的身躯，正命似的跑去，身后跟着找人的少年也看见了，浮出水面。去叫人！江城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去叫我爹，江宗主和先生他们，快去！”腿如灌了铅，仍尽力极快地飞奔去。跑到那里时，江城腿一软，重重地跪在了石子地上，却已经冻得感觉不到疼了。